快救救我！别人，你快救救我！我好像煤气中毒。当然不行啊，煤气就是我开的，为的就是要你的命啊，姐姐。什么？季苏荷，当初要和我一起去仙国旅游的那个榜一大哥，傲志千万，和别的女主播求婚了。明明一开始乔爷看上的是我，加入豪门的也应该是我，可你非要阻止我去仙国，是你让我没留住榜一大哥，还被公司雪藏了，是你毁了我的人生。别人，我调查过那个乔爷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最近绑架案的始作俑者就是他。你看，当初你抹黑乔爷我信了，现在你还想骗我，是你害我变成现在这样，我要你偿命！当初你被公司雪藏，是我打的3份工，才替你还清了100万债款。你现在为了榜一大哥，你就要杀了我！我可是你的亲姐姐。是你陷害的我，你就是嫉妒我，都怪你，是你毁了我的荣华富贵。爸，求救我！爸早就被我妈支走了，她可是没时间来救我。季苏荷，下辈子记得长点心，少插手我的人生。国内一知名女主播被某乔姓男子拐卖前往仙国，不知所踪，请广大居民朋友们谨防诈骗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季翩然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不会再管你。Come back to me, to me. 哇，感谢乔爷送的99个嘉年华。乔爷想要什么奖励，翩然都可以满足你哦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被季翩然害死了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去仙国旅游，当然可以了。奇怪，上一世季翩然没有这么快答应乔爷，还来询问我的意见。怎么？姐，榜一大哥邀请我去仙国旅游，你说我要不要去啊？翩然，网上的人水太深了，你也不知道手机那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更何况仙国的治安不好，为你的安全着想，还是别去了啊。哦，好吧。上一世我处处为季翩然考虑，却落得那样的一个结局，真是可笑。你不会是在等我问你的意见吧？你做梦！上一世我被你逼得放弃了乔爷，这一世没有你的阻碍，我一定会嫁入豪门的。原来季翩然也重生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去不去仙国与我无关。哼，怎么藏不住你的嫉妒了？那正好，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一世没了你的阻碍，我是怎么嫁入豪门，走上人生巅峰的？好啊，我很期待那天的到来，期待你被骗去仙国，尸骨无存的那天。萧爷，我们去仙国的时间定了吗？萧爷，我们去仙国的时间定了吗？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猎物上钩。爸妈，爸妈，
我直播间的榜一大哥邀请我去仙国旅游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带仙国特产回来啊。榜一大哥，这网上认识的人会不会不靠谱啊？还说去旅游，那不会另有所图吧？爸，乔爷那可是正经的富一代，他手下的豪车豪宅都不计其数呢，他能骗我什么呀？就我们翩然这容貌啊，有大老板看上也是很正常。不过呀，要论有出息呀，还得是我们家的小何，读书好。翩然脑子笨，好不容易钓个金龟婿呀，未来啊还得小何你呀多多帮衬呢。上市让人就处处捧杀我，表面对我好，实际每天给我洗脑，让我帮季翩然还清100万债。被季翩然害死那天，他故意指责我爸，他死，他绝对逃不了干系。季翩然马上就要嫁入豪门了，还需要我来帮衬啊？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我被乔爷看中，他怕是要嫉妒死。等我嫁入豪门，他就只有跪下来求我的份。都重生了，还满脑子嫁入豪门，这一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哎，这，来，翩然来，那个乔爷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？要不让他来家里先见个面？当然可以了。乔爷，在我去仙果之前，你能不能先来我家见一面啊？怎么了嘛？我这不是把咱俩的事都告诉我爸妈了吗？在咱们走之前，想把咱俩的事先定下来。应该的，我明天啊就登门拜访。那太好了，看到了吧？乔爷都已经答应了，你们呀就等着金龟婿上门吧。妈的，季翩然那个婊子真难缠，想把她卖了还得上门见家长。不行，老子可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。把她卖进园区之前，老子得想想办法把这婊子榨干了才行。乔爷，不如这样。哈哈哈。老板，我买排列32226，买1万块。1万块？上一世为了帮季翩然筹钱解约，我没少关注彩票信息。我记得今天的中奖号码就是226，身上就这1万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就买1万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帮你打。这种傻逼每天要多遇见几个，我早就发了。季素和，乔爷马上就要上门了，你给我好好看着，这一世没有你的阻碍，我是怎么嫁入豪门的？来了来了！爸妈，这就是乔爷。伯父伯母好，第一次上门啊，给2位准备一些薄礼。乔爷赠礼黄金10根，求娶翩然小姐。乔爷赠礼千年人参1株，求娶翩然小姐。乔爷赠礼金玉皇冠1顶，求娶翩然小姐。乔爷赠礼南海珍珠1壶，求娶翩然小姐。天哪，这得多少钱呢？这只是一些小物件而已。这次带翩然出国啊，主要是为了带她去仙国看看我的家人，父母都见过了，我们的婚期啊才能提上日程。哎呀，好，你就安心带翩然去啊。
啊，不管你往那金子上钉多久，它都不可能是你的。季苏荷，你可别太嫉妒我，这只是开始。这黄金都快掉色了，还在沾沾自喜，季平然真是瞎了。你放心，我对你的东西不感兴趣。小荷，客人还在，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？是不是姐姐也想一起去仙？我可以找人安排一下。她不能去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们这次不是去仙国见父母吗？这小荷去多不合适啊！到时候你们结了婚呢，有机会去啊。可是你要是非让他去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乔爷原本还给翩然小姐准备了100万彩礼，可惜最近乔爷的钱都投到一个1本万利大项目里，还需要下次补上。这是商业机密，那是什么？是什么项目啊？可不可以带我们一起做呀？是啊，是仙国的房地产项目。最近不流行国外炒房嘛，中间的利润可大了去了。这是把季天然卖了还不够，连我们家的钱都不肯放过。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赚钱啊？哎呀，这本来是个秘密项目，只有自己人才能做。乔爷，我都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，你要是不把我当自己人，那我可生气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但是呀，买到房最低投资也要100万，家里有这么多钱吗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，我们私下还要再商量一下。当然可以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3天后我来接你出国。好。哎呀，爸，这钱不能出。季苏荷，你这个贱人，刚才当着我的面就想勾引乔爷，现在还想挡着我发财不成？翩然，你跟乔爷怎么样与我无关，但这个家里的钱也有我的一份，你想给那个骗子？不可能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不就是嫉妒我马上就要发财了吗？你心里要是真的无所谓，你刚才就不可能当着我的面勾引乔爷。小荷，你从小就和翩然争，现在翩然要嫁入豪门了，难道你也要抢吗？小荷，你后妈从小对你怎么样，我是看着的。今天确实是你不对，赶紧的给你妈和翩然道歉。她才不是我妈！你给我闭嘴！小荷，爸不是故意的，她翩然是你唯一的妹妹，你们是一家人呐，今后还要互相帮扶。你这样闹下去，让大家都很难看呐。我跟他们永远不可能是一家人。小荷！哎呀，爸，如果你知道上一世我被季天然害死，被赵梅榨干一切，还能不能心安理得的说出这些话？本期排列3的中奖号码为2、6。中了，真的中了！2块钱一只股，我中了750万。未来的风口还有直播、带货、短剧，只要抓住这些机会，未来还有大把的钱等着我去赚呢。我记得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，SH 娱乐公司刚刚成立，但融资却处处碰壁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才短短3个月就飞速发展，成为了世界100强。上一世，我光是帮季翩然解除合约就花了100万，可是他却反过来害死我。那这一世，我就把这些钱全部投资到 SH 娱乐，钱总不会变成白眼狼吧？你好，我要投资。爸，乔爷马上就来接我了，你那些钱放银行才有多少利息？给我带去仙国炒房才是1本万利。可是100万也太多了，
咱们家条件就这样，100万足够掏空咱们的家底儿了。爸，乔爷上次送咱家的礼物都快100万了，他说一本万利就一定一本万利，咱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，你想这么白白错过吗？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这钱绝对不能投。钱你害我害的还不够，现在还想挡着我发财，做梦！哎呀，这偏然啊说的没错，这乔爷都已经上门求过亲了，也算是偏然的未婚夫了，他怎么可能骗咱们自己人呢？更何况啊，偏然要和乔爷去仙国，这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啊，也有个保障。你呀，自己没本事就别霍霍偏然了，我们季家以后还要靠他呢。就是，我和乔爷那可是真爱，有些人想赚钱还没那命呢。好，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存款了，这次你就一起带去仙国。谢谢爸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我去开门啊！哎呀，来了！伯母，我来接偏人出国。哎，好，快来！我都准备好了，这是我爸给我的全部家产，你可一定要带我赚大钱啊！那是自然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偏然，你一个人去仙国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妈，我去仙国可是去过好日子的。再说有乔爷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就是因为乔爷在，才不安全的吧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好，妈送你。季偏然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希望你去了仙，不要后悔。喂，我签约了你之前提到的那几个新人博主，还按照你说的给他们运营账号，现在全部爆火，我们 SH 娱乐市值几乎翻了100倍，第一笔分红已经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了。这么快？个10、百、千万，我竟然赚了3000万！这才只是刚刚开始，苏荷，我们的好日子可在后头呢。哎呀，这都几点了，也不知道偏然到仙国没有。仙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们还是祈祷他能全虚全伪的回来吧。季苏荷，我嫁给你爸这几年，对你也不薄吧？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见不得偏然好，巴不得他去死呢？偏然，妈，偏然，你到仙国了？是啊，妈，我刚一下飞机就有豪车接送。哎呀，那就好，乔爷对你好啊，妈就放心了。季苏荷，你不是说仙国很危险吗？我现在已经安全落地了，马上就要过我的豪门生活了，你就等着缩在你那个小房子里后悔一辈子吧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天然，你们想对我女儿做什么？季苏荷，你是不是很想看到这个场面呀？可惜要让你失望了，我现在在仙国好着呢。哎呀，这孩子！伯父伯母啊，偏然太调皮了，让你担心了。吓死我了！都是你这个姐姐，跟我和你爸说呀，仙国是狼坑虎穴，要不然我们俩也不会被吓到。好了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乔爷现在要带我去仙国最大的商场逛街，先不说了啊。哎呀，小何呀，这偏然已经安全到达仙国了，乔爷看起来对他很好，你以后啊就别再危言耸听了。我可不信乔爷对季偏然是什么真爱，既然他还没动手，那就一定还另有所图。乔爷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仙国了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炒房赚大钱啊？
炒房是我朋友带我做的，只能以我的名义入伙。这样，你把钱给我，赚了钱我再转给你。这……天然，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俩不分你我，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好，我相信你。好，最后的结果呀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乔爷，等我一下。乔爷，什么时候把人送过去？那边已经派人催。不急，季片然这个婊子这么好骗，我得先把她榨干了，再把她送过去。可是钱不是已经到手了吗？他家的存款是已经到手了，但是不是还有房吗？走吧。天然，炒房的事情我已经吩咐手下的人去做了，但是你也知道，炒房的收益啊，就要好几个月，甚至好几年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可是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这不是还有一个来钱快又一本万利的项目没告诉你？什么一本万利的项目啊？上钩了，是我朋友在华尔街的项目，现在只要投钱进去，就是源源不断给你吐钱的聚宝盆。你看，我前几天刚投进去的几百万，现在都收入几千万。这么多钱，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入伙呢？哎呀，本来这个也是秘密项目，但现在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但是这个项目最低投入也要100万，不然人家不会白白带你。你之前的钱都用来炒房了，现在还能拿出这么多钱？存款没了，不是还有套房吗？你不是说带我去你在仙国的别墅吗？怎么带我来酒店了呀？我跟我爸妈说了你要来，他们很期待见你，说要把别墅啊重新装修一下，到时候呀给你个惊喜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，我都没准备什么礼物。你不就是我最好的礼物吗？乔爷，你对我可真好。那你想怎么报答我？无以为报，当然是以身相许啦。讨厌！你先去洗澡，我给家里打电话，把钱要到手。在床上等我。好。这酒店还真是豪华，恐怕季苏荷这辈子也住不了这么好的酒店。还好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不然嫁入豪门的可就是别的狐狸精了。哼！爸啊，佩然呐，你前一段时间带去投资炒房的那个钱怎么样了？爸，炒房哪有那么快啊？乔爷说了，得等几个月呢。这怎么这么久啊？什么几个月呀？都是说辞，钱都已经进了乔爷的口袋，怎么可能还要得回来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！乔爷对我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骗我呢？佩然啊，这钱是家里全部的存款，不然你让乔爷想想办法，早点收回来，少赚一点也没事啊。爸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这就是嫉妒。既然投资了，肯定是要回波大的呀。
不过乔爷说了，还有一个来钱快的投资渠道，只需要100万，很快就能看到收益的。看来乔爷想把季翩然榨干了。可是这家里已经没钱了，没存款了，还可以抵押房子嘛？不行！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，谁也别想打这个房子的主意。什么你的房子？这房本上有你的名字吗？这是你爸的房子，他想抵押就抵押。翩然呐，这投资也要讲究个限度。为了投资只抵押房子，确实有点过分呐。爸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啊！你难道就想这么白白错过吗？炒房的钱是没有那么快，可是乔爷说了，这个立马就能看到收益。哎呀，老季呀，乔爷我们都见过，那么大一个老板，马上就和翩然结婚了，他能骗我们什么啊？就这破房子能值几个钱呀？等咱赚钱了，马上就换个大别墅。那好吧。爸，这个房子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。如果你非要抵押掉房子，执意往火坑里跳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爸。爸，你要是不给我这个钱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爸，你要是给他钱，你才会后悔。爸，我都这么说了，你还要相信季翩然的鬼话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妈的在天之灵吗？哎，你个蠢货，你自己蠢也见不得翩然好啊！像你这样的，这辈子都是个穷鬼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，你想断关系就断。翩然马上就要嫁入豪门了，谁还会在乎你这个废物？哎，你们都先冷静点儿。小何呀，这翩然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，今天说这话确实太过激了。这样，你先去外面住几天，让大家都冷静一下啊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以后一无所有，别来找我。怎么啦？失魂落魄的？还不是我爸非要听季翩然的，把房子抵押了，都要把钱投到这个网站上。这就是一个钓鱼网站，千万不能把钱投进去。要是有人能听我的呀，就好了。别不开心了，告诉你件好事情，你之前让我投资的那几家短剧公司全都起来了，甚至翻了好几倍，我们又赚翻了。那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杨柳，你帮我关注一下这套房子的信息，如果它哪天被拍卖了，立刻帮我买下来。好。乔爷，人家等你好久了。钱要到了吗？虽然被季苏和那个贱人阻碍了一下，但我爸这个软性子就听我的，他最后一定会抵押房子的。哎呀，乔爷，今天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，我可不想被不相干的人打扰。我背着小何把房子给抵押了，也不知道他回来会不会跟我闹啊。你心里就只有小何是你女儿，那翩然就不是你亲闺女了。我知道这房子是你亡妻留下的，那也有翩然的一份吧。哼，你原来对小何挺好的，现在怎么……哎呀，这不是最近小何对我和翩然都有点冷淡，我这心里也不舒服嘛。
你也是为了小何好。回头我跟他说说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。翩然啊，爸妈，钱怎么样了？伯父伯母，还有15分钟系统就要关闭了。想投资啊，可要抓紧时间啊。今天一早啊，你爸就去做了抵押贷款，一会儿啊就投到你说的那个网站里去。今天有我在，我看谁敢把钱给他。小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把手机还给我！我找人看过了，这就是一个钓鱼网站，钱只要投进去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又知道那是钓鱼网站了？季苏哥，你说这话脸不红吗？真是为了挡住我发财，什么谎话都能编得出来啊！哎呀，小何啊，你放心啊，只要赚了钱，我就让翩然给你分点啊，你就别拦着了啊。爸，你确定要把钱投进去吗？爸，就剩最后5分钟了，到时候我们连1分钱都赚不到了。我给你保证，这一定是个一本万利的项目。小何，把手机给我。哎呀，真是拿过来！你，钱投进去了。钱投进去了。乔爷，季翩然他爸的100万投资款已经打到钓鱼网页上了，是不是要直接收网呀？别急，先给他点甜头尝尝。是。现在钱进去了，你们就等着这钱被彻底套牢吧。哎，翩然，这个账户怎么没有反应啊？这不会到时候这钱真的取不出来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乔爷说能赚钱，就一定能赚钱的。涨了，涨了！这几分钟就涨了25万呢！那要照这样下去，这100万不是马上能翻番？肯定的呀，爸。家里面还有什么能卖的，全都卖了换钱，都投进去。这100万赚的也太慢了。乔爷的账户里都赚了几千万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凑钱。只有握在手里的才是自己的钱。我劝你们最好及时止损，别把棺材本都赔进去了。够了，小何，你刚才还说这是个钓鱼网站，可现在都挣钱了，你还这么说？你就这么看不得家里赚钱吗？真是疯了！这房子迟早被银行拍卖，我还是让杨淼早点买下安心。乔爷，网站里的钱赚的差不多了，我爸妈总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把钱取出来啊？那你可要想好了，项目的钱取出来就不能再投进去了。不如你们想一想，还有没有可以投进去的钱，多赚一些是一些啊。可是家里能卖的全都给卖了，这钱赚的也差不多了。啊，我这就叫人安排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一直想要去我家看看吗？我明天就带你过去。太好了，我在这酒店待的都快无聊死了。准备收网。都这么多了，爸，这钱取不出来了，你就别看了。你胡说八道！翩然已经说了，乔爷都在安排取款了。就是。翩然，爸妈，乔爷今天带我去他仙国的别墅，我也给你们看看，长长见识。好呀，来，小何，我们一起看看你妹夫的别墅。这路怎么像是在往山区开呢？你懂什么呀？别墅都在山里。
气好，你知不知道？天然说的没错。天然呐，这钱什么时候到账啊？乔爷说了，等我们一到别墅，就立刻给你打款。爸，你别急，钱少不了你的。我们到了，下车吧。乔爷，你不是说带我去你的别墅吗？这是不是开错地方了？乔爷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带我回别墅吧。别墅？你也配？进了园区你就给我老实一点。园区？这不是仙国吗？怎么会有园区啊 ？No No No！ 欢迎来到雾港，我最亲爱的小公主。乔爷，你别逗了，这一点都不好笑。你不是豪门一代吗？你不是还要带我回你家吗？家，这里就是乔爷的家。乔爷是我们园区的负责人，专骗你这种无脑的猪仔。这不可能！爸妈，救我！抓住他！乔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的女朋友啊！我劝你安分点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在我们园区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来，和你爸妈打个招呼。天然，你是不是又在和爸妈开玩笑啊？这同样的玩笑开2次，可就不好笑了。伯父伯母，这次可不是玩笑哦。妈妈，救我！天然，真的被绑到雾港了！你们快放了我的女儿！季偏人，这就是你一直期待的豪门生活，不知道你还满意吗？乔爷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啊！对，只要你们放了天然，我们怎么都可以。啊，像季偏然这样的猪仔，在我们园区可值不少钱啊！这样，我只要500万，我就把人给你送回去。500万？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？那可就不关我的事喽。500万已经是有情价，如果把季偏人拆开了卖，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500万就500万，只要不伤害天然。快！你们不用想着报警，这里是雾港无人区，就算你们报警也找不到我们，只会让你们最亲爱的女儿受更多的苦罢了。好，我们不报警，抓紧时间筹钱吧，要不然等我反悔了，可就不止500万了。好可怜的天然呐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啊？别哭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筹钱救天然。那可是500万呢！我这有钱，这里是350万，咱们再凑150万，一定可以救出来天然。乔爷都是假的。他让季偏然投资的钓鱼网站还能取得出钱？季苏荷，之前你就咒我的偏然有去无回，现在被你说中了，你满意了？那些钱可是救偏然回来的唯一希望，你还这么咒他，就非让偏然去死你才甘心吧？那你们可以试试，这钱到底取不取得出来？你个小贱人！别吵了！这账户里的钱是我全部的身家，要是取不出来，就完了。账户已被封禁，暂时无法取现。不！
这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呢？把我的钱还给我！当初早就提醒过你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在咎由自取。都是你这个小贱人，都是你这个小贱人！你明明知道乔爷是个骗子，他不是好人，你为什么不拦住别人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我的别人去死！上次拼尽一切拦住季翩然出国，甚至承担了他跟公司解约的赔偿金，可最后还不是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你明明知道那就是个钓鱼网站，你当初为什么不拦着我？现在我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！你是个贱人，为什么被骗去乌港的人不是你？翩然，我的翩然呐！你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老季啊，钱没有了可以再挣，但是你不能不救我们的翩然了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的钱都没了，你让我怎么救他？那怎么办？没有500万，我的翩然会死在乌港的。当初你们以为季翩然被富一代看上，被嫁入豪门的美梦冲昏了头吧？就连调查乔爷这件事情都没有想到过吧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对，当初乔爷上门的时候带了那么多聘礼，把那些卖掉也可以换一点钱。还真是慌不择路，乔爷那种唯利是图的人送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对，赶紧去拿出来，我现在就找人上门来收。你家的东西我都收不了啊！为什么呀，师傅？您再看看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！如果是真的，的确价值连城，可这些全部都是假的。怎么可能啊？你再看看，是怎么可能都是假的呀？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，假的他真不了，浪费我时间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这些都是假的，我们拿什么去救翩然了？小何，你家的房子被拍卖了，立刻帮我买下来。这套房子我帮你拍下来了，房产证也帮你办好了，总算是没把这套房子搞丢。我是不懂了，以你现在的身价，整个京市的别墅任你挑选，非得执着这套房子做什么？这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。哦，房子是拿回来了，但是你爸跟赵梅还住在里面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们既然这样对我，也不配住在我的房子里。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凭什么赶我们走啊？这是我家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知不知道？这套房子已经被法院给拍卖了，新的买家让我们立刻清理门户，所有的脏东西都要被不去。你骂谁脏东西呢？谁应我就骂谁喽！真是没想到会有人把全部的身家都投入到一个钓鱼网站里，天上就算掉馅饼也不会掉到你们俩的头上，真是两个蠢货！行了，还嫌不够丢人，还不快走！你给我等着你！呸！等着！我
非得找人打听打听，到底是谁买了这个房子，竟敢把我赶出来！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！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钱也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家也回不去了。我怎么知道？平儿，你怎么样啊？你筹到钱了吗？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他们简直不是人！我求求你，快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好不好？我在想办法了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平儿！既然照你说的做了，我爸妈他们很快就能筹到钱来救我了，求求你别再打我了！你还敢跑？好啊，老子今天就好好的疼疼你！别碰我！好气呀！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快想想办法救平然呀！我能怎么办呢？这该戒的都戒了，这亲戚看见咱们就像瘟神一样避之不及的。平然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去死吗？事到如今，只能去求小何了。工作了几年，应该有点存款。爸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爸好不容易打听到你在这上班，所以就想着来看看你。上班？啊，对，差不多是在这上班吧。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小何，妈，不，阿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偏然了。季偏然的事情与我何干？小何，你也知道，乔爷问我们要500万的赎金的，要是再不给钱，偏然就没命了呀！阿姨见待你也不薄，你就救救偏然吧！啊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啊！你凭什么觉得我就能拿出来这500万？小何呀，你看你这也工作一段时间了，手里面应该有点存款，要不你先救救你妹妹呀！爸，我就是个公司小员工，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。现在家里的房子没了，我还要出去租房，我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存款不够，你可以去借呀！终于说出真实秘密。哎呀，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。我之前看你们在钓鱼网站上赚了不少钱，我就自己也偷偷的投了一点。我现在外面还欠着一屁股债呢，要不你们也帮帮我？你这个蠢货，你怎么也投钱进去了？我们哪有钱给你啊？走！没事吧？这辈子休想从我手上拿走1分钱！本来想着小何还能有点钱，谁知道他竟然也被钓鱼网站给骗了。那骗人可怎么办呢？只能到处再借一借。喂，老季，你之前让我帮你打听的事儿，我打听到了。哦，你说好不好笑？买下你家房子的人就是你的女儿季苏荷。什么？小何买下的这套房子？啥？刚才不是还说他没钱吗？他从哪来钱买房子？哎呦，你这个大女儿藏得可真深呢！既然是小何买下的这套房子，那就好办了。回头我再找他说一说，把房子抵押了，先救出骗人要紧。哼，那季苏荷刚才还在那装穷，还找人把咱们从房子里赶出来。他呀，就是铁了心要和你这个爹断绝关系。那钱他是不会给的。那我能怎么办呢？那小何也是我的女儿，我总不能逼她吧？我的女儿还在卧岗受苦，凭什么她季苏荷过得这么好？季苏荷，你给我等着！走！你呀，就按照我说的去投资，咱们公司的股市啊，肯定能再上一层楼。
苏荷，苏荷，你怎么了？苏荷，苏荷，苏荷！赵梅，你疯了吗？你敢绑架我？季苏荷，你明明有钱，你为什么不救我的女儿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先放了我！知不知道你这样是违法的？我不在乎，我只要我的翩然回来。既然你不肯掏钱救我的女儿，那就把你卖去雾港，换翩然回来。乔爷，我已经绑了季苏荷，你现在就派人过来把她带走。但是季苏荷一到雾港，立刻要放了我的翩然。我自然言而有信。那赵梅是真疯了。我身上有定位装置，杨柳联系不上我，应该会尽快赶过来。必须在他来之前拖延下时间。你先冷静一下，乔爷利欲熏心，就算你把我卖去雾港，他也不可能放过能为他一直赚钱的季翩然。我们应该从长计议。乔爷说了，一换一，只要你卖去雾港，我的翩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们当下应该先报警，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诚信上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们要是报警，翩然他就死定了。非要激怒他们，害死我的女儿才甘心吗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！明明知道仙国危险，你当初为什么不拦住翩然？要是我的女儿回不来，要让你给她陪葬！林牛啊，你赶紧来吧！你这疯子，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。季苏荷，你不要跟我玩什么花样！今天雾港你是去定了。赵梅，你在干什么？赵梅，你在干什么？爸，你快救救我！他疯了，他要把我带去雾港换季翩然。小梅，你不能这么对待小荷呀，她也是我的亲女儿，你不能拿小荷的命去换翩然的命啊！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是他藏着钱不肯救翩然，这是他活该。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回来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先放了小荷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只要他季苏荷拿500万，我就放人。小荷，你赵阿姨也并不是真的想把你送去雾港，你就体谅一下你赵阿姨当母亲的心，好不好？是他绑架我，你要让我体谅他。你赵阿姨养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呀，只要你肯拿出钱来救翩然，我马上让他放了你，好不好？他季苏荷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根本不念亲情。你和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跟你有什么亲情好言？我才是你的女儿。如果我今天拿不出来钱，你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把我换去雾港吗？哎呀，小荷，你别难为爸呀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们想让我出钱，你们做梦！小荷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犟啊？那翩然毕竟是你的亲妹妹，她现在在雾港受苦受难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帮衬她一把，你都不愿意吗？是她愚不可及，自以为要嫁入豪门，所以才被骗去的雾港。她犯下的错，凭什么要让我来承担？季苏荷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油盐不进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小荷呀，你再这么不妥协，你赵阿姨真把你送去雾港，可怎么办呢？你是我爸，你就站在我的面前，你都没有想过先给你的女儿松绑，反而还在这里劝说让我拿钱来给你的小女儿来赎身。爸，你不觉得这样太荒唐了吗？你不是说要把季苏荷绑来雾港换我吗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如果再不离开这个鬼地方，
我真的会死的。我已经绑了季素和，现在就送去雾岗。你放心，妈是不会让你有事儿的。妈的臭婊子，竟然敢说我这是鬼地方，干死你不要打我的女儿！别看到了，人马上就要被灭了。不行，我没时间和季素和在这拉扯，现在就要把他送进雾岗。不要啊！放开我！好，住手！该死，警察都来了！对嫌疑人绑架证据确凿，全部拿下！警察同志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。有什么话到警察局去说吧。动手！这和我没关系，都是他做的。这跟我没关系呀。小何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何，你快跟警察解释啊！这绑架跟我没关系呀。警察同志，这起绑架案确实跟他没有关系，罪魁祸首是刚才跑出去的那个女人。喂，小何，你现在你看清了吧？赵梅就是那种遇到危险只会把你推出去的人。这样的人绑架你的女儿，你还跟他一起威胁我。爸爸只是想……我会向法院申请，跟你断绝亲缘关系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我的父亲。小何，再也不是我的父亲。你跑什么呀？季素和人呢？季素和那个小贱人，我知道怎么给通知了警察。你们快去把他抓回来，带回雾岗，还回我的女儿！啊，这没用的东西，让你绑个人，还招惹来了警察是吧？老大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没把人抓住，我们是要受罚的。这不是还有个人？虽然老了点，但零件应该够用，应该能卖不少钱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医生说你再观察一下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这次多亏了有你，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，我当然要保护好你的人身安全啦。赵梅抓住了吗？邵梅，她失踪了。她做的最错误的事情，就是与虎谋皮。自作孽不可。小何，小何，你这个人到底要不要脸啊？都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你还来干嘛？快走，小何不想看见你。杨柳，那你们再好好聊聊吧。小何，你还好吧？我很好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过得好，爸就放心了。我回去想过了，以前都是爸不好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你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还是觉得你现在一无所有，只能来依靠我这个女儿？你怎么能这么想爸呢？妈妈去世之前让你好好照顾我，可你呢？自从跟赵梅结婚以后，你处处受她蒙蔽。赵梅捧杀我 ，PUA 我，你到底是不知道，还是视而不见？因为你是我亲爸，所以在你决定往钓鱼网站投钱的时候，我奋力制止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？被骗与我无关，即便然被绑也与我无关。但你却眼睁睁地看着赵梅绑架我，想要把我送进雾岗，这么做对得起妈妈的在天之灵吗？对不起，小何，对不起，这么多件事我忽略了你。
都是因为我的软弱和不作为，才把好好的家弄成了这个样子，是我的错。你走吧，我会按照法律规定给你支付赡养费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我永远不想再跟你有半点牵扯。都说了我没事了，你还非要来接我出院？服务好我的大股东，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哎呦，坏了，忘记帮你拿药了。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就回。季素荷，我杀了你！季翩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想到吧？我从这个魔窟回来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呀，杀了我的亲妈，然后我就趁乱逃出来了。把赵梅杀了，他应该感谢我才对，是我帮他脱离了苦海，而我在那个地狱里待了整整3个月。3个月！你真是疯了！我是疯了。季素荷，你让我再杀你一次好不好？只要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做错选择的。不，你别过来，你跑不掉了。放开我！季素荷，我杀了你！爸，你别害怕，我马上找医生救你。爸，小荷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这次爸爸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得活着，我才能原谅你啊！医生，慢点。没事吧？放开我！医生说他的求生欲很低，很有可能成为永久性植物人。季翩然怎么样了？季翩然虽然已经从雾港逃出来了，但是精神已经彻底失常，嘴里还反复念叨着重生什么的。现在人已经送进精神病院了。他这样的人落得这样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。这样贪得无厌的人，不管重来多少次，都只会是一样的结局。最后，季苏荷向警方提供了乔爷的相关信息，以乔爷为首的一伙诈骗拐卖犯罪团伙被一举拿下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。